陆教授，陆教授，医生，陆教授他……我们已经尽力了，当着病人家属。陆教授他一生没有结婚，更是无儿无女，哪来的家属？什么？像这种国宝级的教授，临终前竟然连个亲人都没有。我生前有丈夫。陆教授，梦瑶，我这一辈子用了30年，造出了光刻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唯一辜负的就是你。如果能再活一次，我一定拼尽全力和你在一起。陆教授，陆教授，陆教授，陆教授他已经走了。全体都有为我大夏芯片事业奉献一生的陆一鸣教授鞠躬。醒醒！这是考场，不是你睡觉的地方。要睡觉，回你家睡去。这是考研的考场。我重生了！好好做题。我想起来了。上一世我就是因为这场考试失利，没有考上研究生，所以才被梦瑶她父母强行拆散了我们。梦瑶，等着我，这一次我一定会考上一所满意的学校，弥补我们上一世的遗憾。完了，考研的这些知识已经太多年没有接触过了，完全不会啊，怎么办？哎，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哎，一鸣，这儿！怎么了你？你怎么今天这么奇怪啊？哎呀，我这太久没见你了，我太想你了。你说什么呢？早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刚见过吗？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油嘴滑舌。对，考试考得怎么样？也不看看你老公是谁，4个字：10拿9稳。真的？太好了！过2天我爸60岁大寿，趁他过寿高兴，我带你去见一见我父母。一鸣，只要你能考得上研究生，我一定说服我爸妈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梦瑶，你放心，我陆一鸣一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秦院长，这名学生没有在试卷上写答案，而是写了2纳米光刻机的制作方法。什么？给我看看。他还在试卷末尾写了一条留言，
他想用2纳米光刻机的制作方法换一份研究生学位。什么？能研究出纳米光刻机的天才，居然连研究生的学历都没有？你马上找人验证这张试卷，如果他的方法真的可靠，别说是研究生学历，我这个院长位置给他当都行。是。你看看这些年轻人，不是博士就是教授，哪一个不是人中龙凤啊？也不知这个陆一鸣给咱们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让梦瑶非要和他这一个只有专科学历的废物在一起。什么专科学历啊？梦瑶不是说她能考上研究生吗？就他一个破大专出来的废物，还想考研究生？我看他就不是学习的那块料。我已经跟咱们女儿说了，如果他考不上研究生，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他跟梦瑶在一起的。李叔，李叔，生日快乐！刘氏集团祝李教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小磊啊，来就来嘛，还带这么多礼物干什么？哎呦，我来看看叔叔阿姨，带些礼物，这不是应该的吗？况且我听说梦瑶带她的男朋友也过来了，我也追求了梦瑶这么久，我也想看看我的竞争对手到底有多优秀。优秀？他优秀个屁呀！一个破大专出来的毛头小子，也不知怎么就把我女儿迷成这样。什么？李梦瑶的男朋友居然是个大专生，真是没想到啊！不过他们应该也快分手了吧？是啊，这李家可是科研世家，书香门第，怎么可能接受一个专科学历的女婿？叔叔，你搞错了吧？梦瑶她那么优秀，她的男朋友怎么能只是专科学历呢？没搞错，就是专科学历。你说我们李家都是搞学术的，我女儿更是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教授，就这种废物怎么配得上我们李家？小磊啊，听说你刚从米国读完研究生回来，待会儿呀，可得替我们好好劝劝梦瑶，只有像你这样的高学历人才，才配当我们李家的女婿嘛。话也不能这么说，梦瑶不是说她考上研究生了吗？还是有机会深造的。是吗？哎，我听说今天研究生考试出成绩了，她考上什么学校了？你说什么？研究生的考试成绩出来了？是啊，叔叔，这梦瑶没有告诉你们吗？哎呀，不是这个陆一鸣他没有考上吧？他要真的考上的话，肯定会给您报喜的呀。这个王八蛋，竟然还敢骗我！叔叔，不是我说他坏话，这个陆一鸣他要是真没考上研究生，那他跟梦瑶交往的事儿，您可得慎重考虑考虑了。叔叔你是知道的，连个研究生都考不上的话，连咱们学术界的门槛都够不到，那他怎么能配得上这梦瑶这么年轻漂亮的副教授嘛？爸妈，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陆一鸣。你还有脸带着这个废物过来？赶紧让他给我滚出去！有多远滚多远！爸，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说好了吗？一鸣他考上研究生，就同意我们交往的吗？他考上了个屁！我问你，今天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是不是这个废物连研究生都考不上？叔叔，您消消气，我的成绩还没有下来，是因为我的研究生学位比较特殊，需要走特殊人才录取通道。你笑死我吧！特殊人才录取通道，你知道研究生特招有多严格吗？那得是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就你这个废物，能做出什么贡献啊？刘磊，你怎么在这儿？是不是你跟我爸说一鸣的坏话了？他的谎话还用我讲吗？他没能力，还谎话连篇。特殊人才录取通道，简直让人笑得要大牙了。你信不信由你，估计过一会儿就会有各大院校的人来联系我。齐院长，验证结果出来了，快给我看看。经过我们科研人员的验证，这份2纳米光刻机的制作方法完全正确可行。好啊！看来我们大夏又出了一位天才。对了，他提了什么要求来着？他想要一份研究生学历。
马上通知全国各大高校的校长，让他们全部都亲自邀请陆一鸣加入他们学校。我要让全国高校的研究生席位任由他挑选。明白。你怎么这么能吹牛啊？还全国各大院校都来邀请你？你到底考没考过研呀？考研只能报考一所院校，我就算你考了满分，也不能让全国的院校都来邀请你啊！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学术界的翘楚，你这种拙劣的谎话，骗骗普通人也就行了，还能骗我们吗？没错，我就在一家高校任职，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我们学校有什么特殊人才的录取通道呀？真是没想到呀，在科研界赫赫有名的李家，居然找了一个骗子女婿。你看看你给我找的好女婿，满嘴谎话，连撒谎都不会撒。爸，我相信一鸣，万一他说的都是真的呢？叔叔，请您相信我，一般的考生确实只能报考一所院校，但我是个例外，因为我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能破格收到各大院校的邀请。不是都到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在嘴硬啊？你就承认你是个连研究生都考不上的废物，就这么难吗？好，来你说说，你做出了什么重大贡献，能让全国的高校都邀请你去读研？因为我研究出了纳米级别的光刻机。啊，光刻机？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研究出了纳米级别的光刻机。我没听错吧？他说他造出了光刻机。光刻机可是制造芯片的高端设备，全球也没有几台。他说他造出来了。我估计啊，他是攀不上李家这个高枝了，所以脑子坏掉了，现在都开始胡言乱语了。这底层人就是底层人，一个专科学历的蠢货。哎，在网上随便看了一个名词，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了。这真是我今天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了！你这个废物，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纳米光刻机，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我当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光刻机了。陆一鸣，纳米级的光刻机可是我们大夏好几代科学家都没有研究出来的东西。你说你一个专科生，就靠自己独立研究出来了？你真当我们大夏这些学术界的人是吃干饭的吗？没错，就凭我一个人，一派胡言！我看你是彻底疯了。秦院长，清北大学的校长已经到陆一鸣的家了，但是并没有找到陆一鸣。帝都大学的校长已经去过他的学校了，但是也没有找到他。这个陆一鸣到底能去哪儿呢？手机卫星信号定位到了没有？卫星信号定位显示陆一鸣在江城大酒店。江城大酒店，那不是李金瑞教授的寿宴吗？立刻通知全国各大高校的校长前往江城大酒店。另外，给我准备专机，我要亲自见一见这位天才。明白。陆一鸣，想要研究出纳米级别的光刻机，那需要全球最顶级的实验室和多次的试错实验。就你这个废物，你进过实验室吗？我确实没有进过实验室，所以我也没有研究出实体的光刻机。但是我已经把纳米级别的光刻机制作方法写在了考研试卷上。够了！之前我只是以为你智商不够，所以才考不上研究生。今天我才发现，你这个人品行也有问题。小小年纪满嘴谎话，信口开河，我是不会让我女儿和你在一起的。你给我滚，滚出李家！爸，你干嘛？你还想糊弄这个骗子？我相信一鸣。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相信他？我看你也糊涂了。梦瑶，只要你愿意跟这个废物分手，跟我在一起，我们刘氏集团每年愿意出资1个亿，作为你们李家的科研经费。刘磊，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吗？你满身的铜臭味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想让我和你在一起，你下辈子吧。哎，老李，爸！李梦瑶，今天你要不然跟他分手，跟刘磊在一起，要不然
就和我李家断绝关系。从今以后，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一鸣一次呢？你让我怎么相信他？是让我相信他会造出光刻机，还是让我相信他会被全国的高校抢着破格录取？根据手机卫星定位，应该就这里。你是陆一鸣吧？您是？我是清北大学的校长，专门邀请你到清北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什么？你说你是谁？在下清北大学校长周志远，如假包换。什么？清北大学可是我们大夏的顶级学府，这样学校的校长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小小江城呀？难道这个陆一鸣说的是真的？他真的被清北大学特殊录取了？这不可能吧？清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道可是好几年都没开通了。滚！赶紧给我滚！刘磊，你疯了吗？你想干什么？还清北大学的校长呢？我呸！老头，你说实话，这个废物到底给了你多少钱，让你配合他演戏啊？你觉得我的身份是假的？不然呢？堂堂清北大学校长，怎么会为了这一个废物专程跑来这江城？谁信呢？你信吗？你信吗？不信，这肯定是这个废物请来的演员。没错。哎呀，你别说，这老头演的还挺逼真的。老东西，我不管这个废物给了你多少钱，让你配合他演戏，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给我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清北大学校长周志远，你这假证办的蛮逼真的。你干什么？刘雷，你疯了吗？我疯了！我看这个老不死的他才疯了，赶紧给我滚蛋，否则我就要把你送进监狱了。送我去蹲监狱？你好大的口气！你凭什么？就凭你伪造清北大学的证件，冒充清北大学的校长。你又不是我们清北大学的人，你怎么就这么敢肯定我是冒充的？老头，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江城刘家是科研世家，与清北大学有多项研究类的合作。你敢在我面前冒充清北大学校长？你信不信老子一个电话打到清北大学去，马上把你抓进监狱？江城刘家，我还以为是谁呢，不过是跟在我们学校屁股后面混饭吃的一个小公司罢了。你说什么？喂，立刻停止我们学校与江城刘氏集团的所有合作项目，公开招标，寻找新的合作对象。好东西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跟我装呢？马上取消跟刘家的一切合作！你真把你自己当成清北大学的大校长了？是真是假，你马上就知道了。吕明，你为了跟梦瑶结婚，还真是用尽了一切办法。不过你找的这个演员还是蛮敬业的嘛。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演，我就让你们演个够。来人，把这个老东西还有这个废物给我抓起来，送到执法局去。刘磊，希望你不要后悔。后悔？我刘磊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有早点回国，让你这个废物趁虚而入，有了接近梦瑶的机会。刘磊，你闹够了没有？我告诉你，就算没有一鸣，我也绝对不会和你这种人在一起的。喂，爸。好啊，刘磊，你个王八蛋，是我活腻歪了，敢给老子在外面惹事儿？不是爸，我没有惹事儿啊。你个小兔崽子，还敢撒谎！清北大学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冒犯他们校长，要取消和我们刘氏所有的合作。你个狗东西，是不是想害我们刘家破产呀？什么？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他竟然真的是清北大学的周校长？怎么不可能？我告诉你，你马上去找周校长，给他赔礼道歉，要他的原谅。要真的是因为你影响了我们和清北大学的合作，那以后我就没这个儿子了。爸，喂，怎么样？现在还要送我进监狱吗？对不起啊，周校长，我有眼不识泰山，刚才我没有认出来你。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别跟我们刘家人一般见识。什么？
这个人真的是清北大学的校长？那还能有假？能让刘磊下跪道歉，整个江城市谁还敢让刘家人下跪道歉？真不敢相信，堂堂清北大学的校长竟然出现在了我们江城。行了，起来吧。我这次主要是邀请陆一鸣到我们清北大学攻读研究生，没时间跟你这种人一般计较。周校长，刚才您说您要邀请陆一鸣去清北大学攻读研究生？没错，只要他愿意，我立刻给他办理入学手续。周校长，您搞错了吧？这个陆一鸣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专科学生啊，他怎么能让你们清北大学来邀请呢？什么？专科学生？难道我搞错了？哎呦，肯定是你搞错了，周校长。一定是有重名的。你们清北大学要邀请的陆一鸣，一定另有其人。就是，堂堂的清北大学怎么会收一个专科的学生呢？一定是搞错了。难道江城还有一个跟陆一鸣重名的学霸？估计是这样。这小子不会真以为自己能混入清北大学吧？真是搞笑。如果我说周校长找的人就是我呢？你个废物，你赶紧闭嘴吧你啊！我说你怎么那么笃定自己一定考上了研究生啊？原来是你提早就知道有一个和自己重名的人考上了，你想冒名顶替人家。周校长，您邀请我加入清北大学，是为了我手里的光刻机制造技术，没错。没错，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邀请光刻机的发明者陆一鸣加入我们清北大学。这么说来，我没有弄错吧？我没听错吧？这个陆一鸣真的研究出了光刻机？一个专科学历的学生竟然造出了光刻机，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看来大夏的科研界要变天了。他这个废物怎么能研究出光刻机呢？这怎么可能嘛？一鸣，这是真的吗？你真的做到了？我就知道，相信你没有错的。当然是真的。你还记得我给你的承诺吗？我以后一定会给你美好的生活。陆先生，我可以单独为你申请一间实验室和1年不低于1个亿的实验经费。1个亿的科研经费，这可是连教授级别都没有待遇啊！不愧是清北大学，这么大方，随随便便出手就是1个亿啊！你们也不看看人家研究出来什么光刻机啊，那可是我们大夏几代科学家都没研究出来的机器。要我说，这1个亿经费都少了。我考虑一下。一鸣，还考虑什么呢？那可是清北大学啊！不能答应他。那不是帝都大学校长宋国强吗？他怎么也来了？不会他也是来找陆一鸣的吧？难道真像他说的，全国的顶级高校都争着抢他邀请他入学啊？陆先生，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帝都大学的话，我愿意1年给你2个亿的经费，而且赠送一套在帝都的豪华别墅。一鸣，我这不会是在做梦吧？帝都大学的校长也来亲自邀请你了。不是做梦，现在我终于有资格娶你了。宋国强，你们帝都大学来抢人是吧？陆先生，他们出的条件，我们清北大学也能出。我们清北大学愿意出3个亿的研究资金。人才难遇呀！我今天就跟你们清北大学抢人，怎么了？我出4个亿，我出5个亿，外加清北大学教授的职位。什么教授？我在国外当硕士镀金了这么久，我才混到一个副教授的职称啊！他陆一鸣，他凭什么可以当你们清北大学的教授？就凭他能研究出2纳米级别的光刻机，你有意见吗？那我算你这个废物走了狗屎运！陆先生，如果您要是能够加入我们帝都大学的话，那教授的职位肯定是您的，而且您有什么要求可以随便提啊！天哪，这清北和帝都2大顶级学院为了争夺陆一鸣，居然连教授职位都拿出来了，真是让人羡慕啊！清北和帝都大学的教授，这是咱们学术界多少人奋斗一生的目标啊！毕竟他可是研究出光刻机的天才啊，这些待遇啊都是他应得的。威廉先生，请您看一下这份试卷，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刻机的制作方法，这是谁写的？这是一位大夏学生所写，目前正在被多所学校争抢。他写的光刻机理论完全正确，甚至比我们的理论还要先进。大夏怎么会有这样的芯片天才？马上被击去大夏！这种人才如果留在大夏，未来一定对于我们后患无穷。你就让给我，让给我，我要他。让哎呀，老周，你只要能把陆一鸣让给我，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嘛。其他的学生我都可以让给你，只有这个陆一鸣，我一定不会让给你的。你说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犟呢你？周校长、宋校长，我觉得还是让一鸣亲自来选择吧。对，哎，陆一鸣，你想选择哪所学校呢？我选择……哎，等一下，两位校长，你们不能录取陆一鸣。你不要在这捣乱，否则的话，你们刘家不要再想跟我们清北大学有任何的合作。两位校长，你们要相信我呀！这个陆一鸣写在试卷上的光刻机制造方法是抄袭的、造假的。刘磊，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凭什么说一鸣的试卷抄袭的？各位，你们都好好想一想，如果这个陆一鸣真的是可以制造出光刻机的天才，那他怎么能还是一个专科学生呢？又怎么可能是一个连研究生考试都通过不了，需要走捷径来成为研究生的人呢？我看他说的有点道理啊。是啊，这陆一鸣的试卷上确实有很多疑点呀。两位校长，你们不用怀疑，因为陆一鸣写在试卷上的光刻机制造方法，完全就是剽窃的。他就是一个只会抄袭的小人。果然呀，我就说一个大专生怎么能研究出光刻机呢？为了一个研究生学位，你竟然能干出抄袭这种事儿！陆一鸣，你简直就是我们学世界的耻辱！拜拜！幸亏刘磊提醒的及时，不然还真让陆一鸣这个人渣拿到了研究生学位，继续深造。各位，而且我还听说了，这个陆一鸣在大学期间他就品行不端，多次被抓到考试作弊、抄袭。哎，你们说，就这样一个人被各位高校录取，成为研究生，这应该吗？不应该！刘磊，你不要血口喷人！一鸣什么时候被抓到过抄袭的？莫瑶，你还在维护他呀？我可是听伯父承诺过，只有这个陆一鸣考上了研究生，他才能跟你结婚。想必这就是他抄袭的目的吧？你难道真的要跟这么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在一起吗？绝对不行！如果陆一鸣真的有抄袭行为，我就算死也不会让女儿嫁给这种人渣。刘磊，你一口一个抄袭，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整个大夏都没有发表过光刻机的制作方法，如果我真的抄袭，那抄袭对象是谁？这还不简单吗？虽然大夏目前没有人研究出光刻机，但现在网络技术这么发达，从欧美国家那里找到一些关于光刻机的相关资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确实有这个可能。陆一鸣在试卷上只写出了研究理论，这些东西在网上仔细搜索整理一下，也是能找到一些的。没错，光刻机的理论呢，我们大夏的科学家早就已经了解了。最难的就是光刻机的制造方法，只有掌握了制造方法，才能够批量的生产光刻机。两位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已经在试卷上写了简略的制作方法。你确实是在试卷上写了制作方法，但这个制作方法的正确性还有待验证啊。没错，谁知道你的这个制作方法是不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不用怀疑，他就是瞎编的呀。两位校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磊，是米国哈佛大学芯片学硕士，在这个光刻机研究领域也有所涉猎。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讲，他陆一鸣在试卷上写的光刻机制造方法，完全就是一派胡言。那如果我说我根据我的制作方法已经制作出了一套光刻机呢？你说什么？你已经制作出来一台光刻机？没错。你
说什么胡话？你知道不知道，制作出来一台光刻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你一个普通的专科学生，连一间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你还敢说制作出来一台光刻机？你开什么玩笑？光刻机真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就能做出来，那我们至于让米国卡了我们几十年的脖子吗？你这是把我们大家的科学家当吃干饭的呢。我看他呀，就是抄袭的事情败露了，彻底疯了，已经开始说胡话了。你们之所以觉得我一个人就能制造出光刻机是天方夜谭，那是因为你们所了解的光刻机制造技术完全都是错误。光刻机的制作根本就没有那么难。你的意思是说，全世界对光刻机的理解都是错误的？没错，陆一鸣，你知不知道？对于全世界而言，最先进的光刻机技术全部来自于米国。就你这样的一个废物，连研究生都考不上，你也有资格质疑米国伟大的光刻机技术？为什么不能质疑？马上全世界都会知道，连米国都做不到的低成本批量化生产光刻机的技术，我们大夏做到了。呸！一派胡言！就大夏这种光刻机技术低端落后，还想赶超米国？就你这种废物也想赶超米国？你下辈子吧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国的光刻机技术发展一直停滞不前？这还能因为什么？就因为有你这种不向米国谦虚学习，只会做白日梦的废物吗？不，你错了。就算我们虚心向米国学习，你认为他们会把最核心的芯片技术交给你吗？我大夏的芯片技术如此落后，不是因为我，恰恰是因为你这种人。因为我？老子可是米国芯片学硕士，你说是因为我才阻碍了大夏芯片业的发展？没错，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不思进取、崇洋媚外的牧羊犬，我大夏的芯片才一直发展不起来。想要真正的发展芯片行业，就不能盲目的向米国学习，而是要自主创新，才能研究出属于我大夏自己的光刻机。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你造出来一台让我看看啊！没错，多说无益。陆一鸣，你不是说你已经研究出了光刻机吗？那你就把你制作好的光刻机拿出来证明一下呀！光刻机体积庞大，自然是不能带到寿宴上来。不过，这个也足够帮我证明了。这是计算机的芯片？不对，这个芯片的款式在市面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呀。难道说这个芯片是你做出来的？没错，这就是我所研发的纳米级光刻机制作出来的。天哪，他竟然真的凭一己之力造出了光刻机！这怎么可能嘛？米国研发一个光刻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上百人的努力，他怎么一个人就能做得出来啊？那他手里的芯片作何解释啊？我知道了，这小子在故弄玄虚，他手里的这枚芯片是假的。刘磊，两位校长还没有说话，你凭什么说一鸣的芯片是假的？这还用问吗？光刻机这种东西造假很困难，但芯片造假却很容易。不然他为什么拿不出光刻机，反而拿出了一枚芯片？只能说明他这枚芯片是伪造的。刘磊，要不要打个赌？如果我的芯片不是伪造的，怎么办？好啊，我跟你赌。如果这枚芯片是真的，我就跪下向你磕头道歉；但如果是假的，你就跪下从这里滚出去，并且放弃和孟瑶结婚。好，这个提议好。如果这个陆一鸣真的芯片造假，我女儿绝对不能嫁给这个无才又无德之人。陆一鸣，和我赌，你敢吗？孟瑶，你愿意相信我吗？一鸣，我相信你。好，我跟你赌。周校长，麻烦你调一台计算机过来，验证一下我的芯片。好，我来安排。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开始测试吧。你这个废物啊，现在还在这装呢，开始吧。不知道怎么才能证明我的芯片没有造假呢？不是你这你都不知道，你还能自己造出光刻机呀？这芯片呢，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这台电脑没有了芯片，那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只要你这枚芯片装到电脑里，可以让这台电脑正常启动，那你的芯片就没有问题。道理我自然是懂的，我只是怕验证成功之后你不认账罢了。各位，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陆一鸣，看到没有？电脑启动失败，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启动失败了，陆一鸣果然就是个骗子。我就说，怎么可能有人凭一己之力就造出个光刻机？我们差点被这个废物给骗了。还好呀，有刘磊这个芯片研究生在，成功揭穿了这个死骗子的真面目。陆一鸣，你这枚芯片难道真的是伪造的？不要着急嘛，周校长，我这枚芯片性能十分强大，普通的电脑想要适配我的芯片，肯定需要一些时间的。你说什么？这可是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配置最高的电脑，都无法配置你的芯片。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让子弹飞一会儿。啊，你个死废物啊！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还在那装呢？你现在马上给我跪下，从这里滚出去！还等一下。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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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了！电脑启动了，这个芯片居然真的能用！天哪，不是说他是个骗子吗？电脑怎么正常启动了？也就是说，他真的发明了光刻机，还成功生产了芯片。如果这是真的，那大夏的芯片学出现了一位天才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的芯片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刘磊，愿赌服输。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懂了，你这枚芯片一定有问题。你一个没有经过米国芯片学教育的大夏人，怎么可能独立制造出光刻机，并且生产出芯片？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刘磊，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难道没有米国人的帮助，我们就不能造出属于我们大夏人自己的光刻机了？我明白了，你这枚芯片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制作的。你说什么？你们想啊，现在市面上能购买的芯片有那么多，这个陆一鸣一定是自己购买了一块芯片，然后再通过改造加工，假装是自己造出来的。我们都被他给骗了。你个废物，笑什么呀？哎，是不是我戳穿了你的谎言？心虚了？我在笑你，堂堂一个海归留学硕士，竟然会蠢到这种地步！你个废物，你敢骂我？陆一鸣，你有话直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我之前就说过，我这枚芯片的性能远超市面上任何一款芯片，怎么可能是买的？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我愿意接受验证测试，来验证我芯片的性能。你简直是吹过头了！还你的芯片能赶超市面上的任何芯片？我告诉你，现在全球最尖端的芯片学技术就在米国。就算你能自己制造出光刻机，不过是懂一些皮毛罢了。就凭你也想挑战米国芯片学的100年积累，你简直是在做梦！很快你就会认识到，在我这枚芯片面前，你所崇拜的米国芯片就如同一块废铁。说得好，既然你这么自信，咱们就来测试一下。刚好我也想见识一下这枚芯片到底有没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好，我也正有此意。你们说陆一鸣的这个芯片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虽然很难相信，但我觉得应该是真的。看他那胸有成竹的样子，也不像是作假呀。如果他的芯片真的这么恐怖，那岂不是意味着我大夏被卡了几10年的芯片技术，终于要超越米国了？好，我现在就安排人员和专业的测试工具对你这片芯片测试一下。不用了，周校长，我有个更简单的测试方法。什么方法？众所周知，一台电脑的防火墙的防御力和这台电脑芯片的性能息息相关。我将用搭载了我这枚超级芯片的电脑去攻破大夏任意一台顶尖电脑的防火墙。攻破其他电脑的防火墙？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方法。说吧，你想挑战哪台电脑？我要挑战的是清北大学的天河1号超级计算机。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挑战天河1号？没错。天河1号可是我们大夏耗资上百亿搭载出来的顶级计算机，光防火墙就有上百道。就凭你这一枚小小的芯片，你想挑战天河1号？陆一鸣，我并不怀疑你在光刻机领域的研究成功，但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刚刚造出来的芯片就想挑战天河1号计算机，这并不合适。听我一句劝，换一台计算机挑战吧。周校长，您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就挑战天河1号计算机。陆一鸣，你这个疯子，你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自己找死！天河1号防火墙的防御系统，就算米国最顶级的黑客团队过来，那都很难攻破。就凭你，还想挑战天河1号？不试试怎么知道？我希望在验证结束后，你不要忘记我们的赌约。我当然不会忘记，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看着你在这里跪下。滚出去，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周校长，开始吧。天河1号计算机在清北大学的实验室内不能随便移动，但是我让人把天河1号的防火墙安全度投射到目前的这2块电视屏幕上，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实时的数据。刘一鸣，天河1号启动一次要花费上百万资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放心吧，周校长。那这要挑战失败了，这笔花费可得你陆一鸣来承担啊！你呢，现在跪下向我磕头认错，然后滚出去，还来得及。你说老子要是一开心了，说不定把你这个债就给还上了呢。不用了，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你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开始了，周校长。好，开始吧。你们说陆一鸣能挑战成功吗？我看难。就算他真的能造出芯片，挑战一台普通的计算机还有可能，挑战天河1号，这不就是自寻死路吗？没错，天河1号要是那么容易被攻克，那我们大夏几百亿的投资岂不是白费了？现在的年轻人呐，不知天高地厚，我看这次挑战他必定失败。不会的，我相信一鸣，他是个诚实的人，之前从来没有骗过我。这次也不会。小姑娘，我知道你男朋友很优秀，可是造芯片这事儿不是光诚实就行的。就是，你看看，都过去这么久了，天河1号的进度防火墙还是100%，有一点进展吗？这做人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就算是做出了光刻机又能怎么样？想挑战大夏最顶级的天河1号计算机，这不还是自找死路吗？一鸣，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了。这都多久了，这一点进展都没有。老宋，天河1号有着上百道的防火墙，不是那么容易被攻克的。再给他点时间吧。老周，你我都是对计算机、对芯片很了解的人，你就不要再替他拖延时间了吧。如果他这枚芯片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强大，那为什么连这个防火墙的1%他都攻破不了啊？还是太年轻了，太浮躁了。宣布他挑战失败不就完了？我宣布，陆一鸣对天河1号的挑战。等一下，有进度了，有进度了！这小子真的凭一枚小小的芯片攻破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不敢相信，这简直就是奇迹啊！看来我大夏真的要出一位芯片天才了。太好了，一鸣，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他竟然成功了！他真的攻破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这一枚小小的芯片竟然可以跟花费上百亿的天河1号抗衡，这简直就是工业奇迹啊！看来今天是我大夏芯片行业崛起之日啊！你们都给我闭嘴！有什么好激动的？他只不过攻破了1%，还有99%没有攻破的，有什么好吹嘘的啊？刘澜，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天河1号上百道的防火墙，哪怕仅仅攻破1%，也足以说明陆一鸣的这枚芯片性能有多么的强悍。没错，现在市面上的任何一款芯片都不可能攻破天河1号防火墙的1%。这个成绩足以说明陆一鸣的这个芯片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作假的成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这个废物自己亲口说的，他要彻底攻克天河1号防火墙。你别说他现在只攻克了1%了，他就是现在只剩下1%没有攻克，我也必须要让他跪在地下滚出去！我看你敢！别着急，谁说我只能攻克1%啊？我没看错吧？攻破进度还在继续，80%！天河1号已经被攻破80%了，这进度竟然还在涨，难道这都没有达到这枚芯片的极限性能吗？难道他真的想凭借这枚小小的芯片一举攻克天河1号？老周，防火墙只剩下70%了，照这个进度下去，这防火墙
真的得让他突破了呀！陆一鸣在芯片领域的天赋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不过，天河1号是我们清北大学耗资100亿打造的超级计算机，不是那么被容易攻破的。我倒要看看它这个芯片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哎呀，老周，你就别卖关子了，你赶紧下命令吧！停止天河1号的所有实验工作，将计算机的所有算力都集中在防御系统上，抵御攻击。我的天哪！天河1号居然要停止所有工作，把所有力量集中在防御上了！这可是这台计算机开始投入使用之后第一次停止工作，集中防御自己的防火墙。陆一鸣这枚芯片究竟是给天河1号多大的压力啊！就连米国最顶尖的黑客都没能让咱们的天河1号集中防御过。陆一鸣这枚芯片已经在创造历史了。计算机集中防御后，防火墙的防御系数将会提高几十上百倍。这枚芯片应该已经测试到它的极限了吧？小伙子，别灰心，你是我在芯片界见过最有天赋的人才，相信你继续坚持，总有一天你能用自己的芯片攻破这天河1号的。天河1号是由上万枚顶级的芯片共同组成的超级计算机，你仅凭1枚芯片就能将防火墙攻破到如此的程度，已经是很厉害了。周校长、宋校长，谢谢你们的安慰，不过我这枚芯片的极限还远远不止于此。你说什么？我忘了告诉你们，我这枚芯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遇强则强。动了，数据要动了！我说要攻破天河1号的防火墙，我就一定能做到。不可能！开启集中防御的天河1号有着上百倍的防御系数，怎么可能会被攻击成功呢？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开启集中防御的天河1号，就连米国最顶级的芯片都难以攻克，就凭你这个废物造出来的破烂芯片就能做到？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这个老不死的啊！是不是你为了包庇这个废物，故意降低了天河1号的攻克难度？我周志远行得端，坐得正，我劝你认清现实吧。从杜一鸣这一片小小的芯片上来说，我们大夏的芯片技术已经赶超米国了。我的天哪，数据还在变化，天河1号的防火墙只剩30%了。难道他真的要凭一枚小小的芯片一举拿下天河1号吗？这可是集中防御的天河1号呀！哎呀，太好，数据终于停止变化了。看来这枚芯片的性能已经到了极限了。天河1号最后还是守住了一部分防火墙，但是这枚芯片的恐怖性能已经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料。可惜呀，可惜呀！我还以为今天会看到天河1号被攻破的奇迹呢。要是能看到天河1号的防火墙被我们国产芯片攻破的那一天，我也算是死而无憾了。他的这枚芯片能攻克到90%，已经是奇迹了，好吗？一鸣，别灰心，你已经证明你自己了，我相信你总有攻破他的一天的。不用担心我，好戏才刚刚开始。你们快看，什么情况？数据又发生变化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居然开始修复了。老周，这难道是你们清北大学最新研究的科技成果？我们清北大学没有这项技术。那它为什么防火墙会自动修复呢？这不科学呀！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防火墙之所以变成了100%，是因为他陆一鸣压根儿就没有攻克过。刘磊，你在胡说些什么呢？刚才攻克进度到达90%，大家可是都看到了。刚才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可以为他证明。那你们怎么解释？这防火墙还会自己修复？他陆一鸣压根儿就没有攻击远在清北大学的天河1号计算机，而是攻击黑掉了大家眼前的这2块屏幕。他私自篡改了上面的数据，让咱们觉得他真的马上就要成功了。他陆一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老周，他说的是真的？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毕竟我们找不到其他的理由来解释防火墙为什么会突然自己修复。那看来陆一鸣真的作假了。陆一鸣，你的谎言已经被我戳穿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呢？什么意思？
既然连我没有攻克天河1号，仅仅是黑掉屏幕这种理由你都想得出来，你也真是有够好笑的。我看你是找死！你被我戳穿了谎言，还敢这么猖狂？你赶紧给老子跪下来！刘磊，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要履行我们的赌约了。这小子刚才不是说他的破芯片可以攻克天河1号吗？他没有做到，我就让他跪下给我道歉，怎么了？一鸣他是造出我们大厦的光刻机的功臣，我看你敢！你给我让开！住手！别拿你的脏手去碰！天哪，我没看错吧？他不是那个美国顶级学府哈佛大学的校长威廉姆斯吗？他怎么也来这儿了？他就是那个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没错，不过他应该也是为了陆一鸣来的吧？威廉姆斯先生，不知道你到我大厦的土地上是想干什么？我来大厦当然是为了见一位芯片天才。芯片天才，陆一鸣？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啊？他就是个专科学历的差生，怎么可能是他呢？那他说的是？当然是我啊！老子可是哈佛大学芯片学硕士，在校期间成绩又那么优异，除了我还能有谁？我不认识你是谁？我刘磊，威廉姆斯先生，我是今年从咱们哈佛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啊。我们哈佛大学每年有那么多毕业生，我为什么要认识你？那您所说的芯片学天才是？我来找的芯片天才叫陆一鸣。威廉姆斯先生，你搞错了吧？这个陆一鸣，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彻头彻尾骗子？没错，这个死骗子说自己研究了一个什么超级芯片啊，可以攻破我们大厦最顶尖的计算机天河1号，结果根本就没有成功啊！你看，这防火墙的进度还是100%呢，完美，简直非常完美。这枚芯片就好像一件艺术品。什么？不是，威廉姆斯先生，你没有搞错吧？您说这枚芯片是一枚艺术品？你这个白痴，你懂什么？陆一鸣先生，其实你早就攻破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我说的没错。是的，看来这位威廉姆斯先生，您是一个懂行的人。什么？他已经攻破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这不可能，他明明还剩10%的进度呀！周校长，不好了！天河1号计算机突然失去控制，我们尝试维修，但是维修失败了。什么？这怎么回事？周校长，您不用惊慌，您来我这台电脑上操作一下试试。这台电脑竟然能在千里之外操控天河1号计算机！什么？我没听错吧？这台电脑居然能操控天河1号？那不就意味着他成功攻破了天河1号的计算机防火墙？没错，还是在我们所有人都没发现的情况下。陆一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很简单，之前在攻破天河1号防火墙仅剩10%的时候，我这枚超级芯片选择了一种隐秘的进攻方式，绕过了天河1号的防火墙。隐秘进攻？这种进攻方式要比直接进攻需要花费芯片10倍以上的算力，你的这枚芯片竟然能做到隐秘进攻？没错，这就是我这枚超级芯片的全部实力。在进攻成功后，芯片自动夺取了天河1号的操控权限，并且成功的修复了防火墙，这才出现了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原来如此，看来咱们之前是误会他了。真没想到，集合我大厦的全部力量，耗资上百亿建造的天河1号计算机，竟然真的输给了一枚小小的芯片，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两位校长，现在可以证明我制造出了纳米级的光刻机了吧？够证明了，太够证明了！现在就到了我履行赌约的时候。刘磊，我们之前赌约可是说好的，只要能证明我的芯片是真的，你就要跪下来向我道歉。你一个专科的杂碎，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做出了这个什么破芯片，还想让我一个哈佛大学的硕士给你跪下道歉？刘磊，陆一鸣可是我大厦芯片发展的功臣，更是造出了我大厦第一台光刻机。你屡次侮辱谩骂我大厦功勋，你还不知罪？赶紧跪下来道歉认错！我呸！就他芯片学功勋，想让我给他道歉，没门儿！
如果你不履行赌约，向陆一鸣下跪道歉的话，我就取消你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威廉姆斯先生，您为什么要帮他一个大下人呢？我才是咱们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啊！你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哈佛大学的名誉。我们哈佛大学不需要你这样人品败坏的学生。你道歉。好，我服了，我算你厉害。对不起，我错了。行了，你滚吧，我才懒得跟你这种崇洋媚外的牧羊犬一般见识。陆一鸣，你给我等着！伯父，不知道现在的我够不够资格和梦瑶结婚？够，太够了！你说你啊，你早说你造出了光刻机呀，那我不就早就同意我女儿跟你在一起了吗？哪会闹出今天这么多的事儿啊？真的啊，爸，你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当然了，陆一鸣这么优秀，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呢？谢谢爸。一鸣，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陆一鸣啊，恭喜你呀！咱们现在是不是来选择一下学校呀？我们清北大学的校门永远对你敞开。别听他的啊！加入我们帝都大学，我们帝都大学的待遇是全大夏最好的。什么全大夏最好的？你们帝都大学能做到的，我们清北大学一样能做到。你们二位就不要再争了。陆一鸣，他哪都不会去。威廉姆斯，什么意思？你们二位不会真以为我不远万里来大夏就是来看热闹的？我美国哈佛大学以10亿美金为年薪，诚聘陆先生父母担任芯片学教授。10亿美金的年薪，那得是多少钱呐？陆一鸣，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答应他呀！我没听错吧？10亿美金年薪，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呐！那陆一鸣是什么人？一枚小小的芯片就可以攻破天河1号防火墙的芯片天才。要我说，这个价格便宜了。看来我大夏呀又要被米国挖走一位人才了。威廉姆斯，你太过分了吧！我们清北和帝都大学的校长都在这里，你竟敢当着我们的面挖我大夏的人才？那又怎么样？你能给到我这样的年薪吗？这个世界上金钱才是硬道理，难道你不明白吗？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就能挖我们大夏的人才？抱歉，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陆先生，你考虑好了吗？我们哈佛大学不但能给你优渥的待遇，而且我们还有世界上最顶尖的芯片实验室，你可以在那里完成你的梦想，让你的芯片技术更上一层楼。做出你的选择吧。一鸣，你不能答应他。李梦瑶，你说什么胡话呢？那可是要跟你结婚的男朋友啊！你竟然劝他放弃10亿美金的年薪，你知不知道这结了婚以后，这些钱可都是你的呀？你是在担心陆先生去了米国之后，你们俩会分居两地是吗？不用担心，我可以给你安排，你和你的父母都可以和陆先生一起移居米国，并且你和你的父亲还可以获得我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和优厚的待遇。真的？我也能去哈佛当教授？当然可以，不光如此，我还将提供100万美金的年薪和一栋豪华别墅，供您和您的家人居住。太好了，就这么定了。陆一鸣，你还在等什么？赶紧答应威廉姆斯先生啊！不行，这位女士，如果你还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我们大夏这么多年来，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光刻机，造不出自己的芯片，才会被你们米国一直欺压。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造出光刻机的人才，你们米国人既然想要把他挖走，我担心的并不是会与一鸣分居两地，而是担心他的研究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变成射向我们大夏人民的子弹。说得好啊，你一个女生竟然有这么高的觉悟，难得可贵呀！
你女朋友说的对呀，你想想，米国人为什么斥巨资要挖你的墙角，就是因为这些米国人，他们害怕有一天我们华夏的芯片崛起，替代了他们芯片霸主的地位。所以你呀，千万不能上当。不，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米国挖走了你们大夏的人才，其实就是给不上我们米国的高薪而已。陆先生，他这是在道德绑架你呀！说的没错，什么狗屁大夏芯片的崛起，就是想用低价钱留住你的借口罢了。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答应他呀！我跟你一起前往米国。一鸣，不能答应。你给我闭嘴！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赔钱货！陆一鸣，我告诉你，你要是拒绝了威廉姆斯先生，就别想娶我女儿，我死都不会同意我女儿跟你这个蠢货结婚的。其实，我的心里已经早就有了答案。恭喜啊，陆先生，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哎呀，完了！看来陆一鸣真的要答应米国的要求了呀！哎呀，人之常情，人在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很难有人能拒绝吧？你看他那见钱眼开的样子，真让人恶心。刚才还说刘磊是一个崇洋媚外的牧羊犬，结果自己呢，一转头就答应了米国人的邀请。陆先生，签订完这份合同之后，你就正式加入哈佛大学了。一鸣，不能签。你给我闭嘴！你自己不想去米国，别耽误我去米国发财！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败家女儿？10亿年薪，你们米国人出手还真是大方。这个条件，一般人确实很难拒绝。这还只是待遇的开始。如果你能帮助米国在芯片技术上更上一层楼，我们还有额外奖励。可惜你们米国人的钱，我陆一鸣不稀罕。陆先生，你是在开玩笑吗？如果你觉得年薪10亿不够，我们可以再谈一谈。你别白费力气了，无论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米国。为什么？他们大夏人能给你多少钱？是我们米国人的1/10。你要为了这点钱留在大夏？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大夏人对祖国的热爱，是你这种满身铜臭味只认钱的米国人这辈子都不会懂。我发明光刻机，为的就是发展我大夏的芯片事业，为我大夏科技腾飞插上一双翅膀。什么狗屁大夏？科学没有国界！你这个蠢货，你知不知道自己拒绝了什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立刻签上合同，跟我回米国。我们之间的承诺翻倍。威廉姆斯先生，科学是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界。我要把我的光刻机和超级芯片留在当下。太好了，一鸣，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你以为我陆一鸣是那种卖国求荣的人吗？陆一鸣，感谢你留在大夏，果然我没有看错你。是啊，果然英雄出少年呐！我们大夏有这么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我们大夏必将再次崛起，屹立于世界之巅。白痴，愚蠢！你这个低贱的大夏人，竟然敢拒绝我！陆一鸣，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威廉姆斯，我不怕你，因为从今天起，我们大夏的科技即将崛起。我们大夏不再是那个从前能让你们米国人随意欺压的大夏了。你个废物，你给我闭嘴！你知不知道你拒绝了什么？我很清楚我拒绝了什么。陆一鸣，老子的发财梦都被你彻底毁了！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别再想见到我女儿，更别想跟她结婚。走，跟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要跟一鸣在一起。如果您不同意之前的婚事，那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说什么？你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
是，如果您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你不配做我的父亲。我看你是发了天了，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伯父，您冷静一下。梦瑶不仅是您的女儿，更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请您尊重她的选择。我冷静什么？你知不知道，去了美国，我们一家人都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而这一切全部都被你给毁了。陆先生，看来因为你所谓的爱国，不光损失了一笔巨额财富，还得罪了自己的岳父，真是愚蠢！为了过上人上人的生活，难道就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吗？伯父，金钱固然重要，但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底线。就是啊，爸，我和一鸣留在大夏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我不想看到您背叛国家去了米国之后，所有大夏人都对你谩骂，遗臭万年。米国是很美好，但终究不是我们的家乡。伯父，您放心，我一定会用我的芯片技术把大夏建设得更加美好，有朝一日赶超美国的。说得好。秦院长，你怎么来了？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咱们大夏的芯片天才就要被米国佬挖走了。秦院长，你放心，陆一鸣他意志坚定，在米国金钱的诱惑下，仍然能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倒是大夏某些科研院的人一心向往着米国，面对米国如此丰厚的待遇，能抵抗住诱惑的终究是少数，否则我们大夏也不会被米国佬挖走那么多的人才。不过越是这样，越显得能抵抗住诱惑的人难能可贵。你就是陆一鸣。您好，秦院长。好小子，年纪轻轻就搞出了光刻机，还把天河1号都拿下。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为大夏科技做出的贡献。不客气，秦院长。建设大夏，帮助大夏经济腾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放心，咱们大夏虽然没有米国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但也绝对不会亏待人才。陆一鸣在。我以大夏科研院院长的身份，授予你大夏科研院教授的职位，主攻光刻机与芯片方向，年薪1个亿。谢谢秦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至于你，我们大夏不欢迎你这种挖墙脚的人，请你立刻离开。我来大夏是为了学术交流，你不能干涉。学术交流？我看是学术窃取吧。陆先生的研究成果属于我们大夏，你想花钱买走我们的核心技术？做梦！松克，威廉姆斯先生，请吧。陆一鸣，还有你们这些愚蠢的大夏人，你们会因为今天的决定而后悔。这群该死的大夏猪，竟然敢拒绝我，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威廉先生，你说我们要怎么做？提前开始计划吧。威廉姆斯先生，你是陆一鸣的死对头刘磊吧？对，是我。你们在宴会厅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如果想报仇，我可以帮你们。完了，全完了，我的米国梦。老头子，陆一鸣是个人才，梦瑶跟着他，以后不会吃苦的。爸，我选择一鸣，不仅因为我爱他，还是因为他是大夏的骄傲。如果您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您祝福我们。我相信留在大夏，我们一样可以很幸福的。伯父，我知道您担心梦瑶的未来，但请您相信我，我会用我的能力让她幸福的。我也会为大夏的科技奋斗终身。好啊，光刻机只是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帮助我们大夏在芯片领域屹立世界之巅。罢了，可能真的是我老糊涂了，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丢掉了做人的底线。陆一鸣，我把女儿就交给你了，你要是敢欺负她，我可饶不了你。您放心，伯父，我一定不会让梦瑶受一点委屈的。好啊，真是喜事一桩。陆先生，我代表国家祝福你们。周志远在，帮我给陆先生准备婚宴现场。1周后，我要亲自为这对新人主持婚礼。李梦瑶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陆一鸣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永远支持他，不离不弃吗？我愿意。陆一鸣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李梦瑶女士为妻，永远珍惜她，爱护她？我愿意。
怎么回事？停电了？这几十年来，江城都没有发生过停电事件呀！不好了，秦院长，怎么回事？就在刚刚，米国的黑客联盟突然对我国电力系统发起攻击，目前电力系统受损严重，全国都已经断电了。这帮米国佬，这是蓄谋已久的。没错，他们害怕我们的光刻机和超级芯片量产以后，在科技上赶超他们，所以他们就利用黑客团队来攻击我们的网络和电力系统。我们的天河1号计算机呢？天河1号计算机的防火墙就在刚刚已经被攻破了。什么？才这么一会儿，天河1号的防火墙已经被攻破了？这就是米国的黑客团队吗？究竟是什么实力啊？完了，这下全完了！如果我们的网络和电力系统被攻破，那我们的科技至少要倒退50年呀！各位，不要慌，这绝对不是一次普通的黑客袭击事件。能让天河1号的防火墙这么轻松被攻破，肯定需要大量的高端芯片，这背后肯定有米国科技界人士的推波助澜。真是抱歉，猜的没错，威廉姆斯，果然是你。抱歉，我不是有意要攻击大夏网络，但是陆一鸣这样的芯片天才极其珍贵，我绝不可能把他留在大夏。你想怎么样？同意我把陆一鸣带回米国。为米国效，我就停止对大夏网络的攻击，否则几个小时以后，大夏的网络和电力系统就会彻底报废。我们大夏的芯片技术被你们米国人卡脖子卡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一位芯片天才出现，想把陆一鸣带走，你做梦！那你就等着几个小时之后，大夏的网络和电力系统变成一堆废铁。我看未必。秦院长，帮我准备一台能连接芯片的电脑，还有发电机这些设备。好，我这就安排。你这是要想攻击我大夏的网络？问过我的超级芯片没有？一鸣，这真的可以吗？他们可是米国最顶尖的黑客团队，再搭配上无数高端的高级芯片，你这一枚小芯片能抵挡住他们的进攻吗？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要忘了。我的超级芯片可是攻克过天河1号的防御系统。好，我相信你。攻击暂时被抵挡住了，我现在尝试恢复一下网络防火墙。涨了！防火墙真的开始修复了！太好了，防火墙开始修复了，我们大夏有救了！这陆一鸣的超级芯片简直就是神了！小小的一枚芯片，竟然抵挡住了整个米国黑客团队的进攻啊！太好了，大夏有陆一鸣这样的人才，科技崛起指日可待啊！你们这群大夏人真是愚蠢的可笑啊！威廉姆斯，你们米国的黑客团队的攻击已经被我们瓦解了，你竟然还笑得出来？我笑你们太天真了。我策划这场黑客攻击这么多年，难道我没有把超级芯片也考虑进去吗？这怎么回事？这防火墙修复进度怎么降下来了？一鸣，还有办法解决吗？马上我们的修复计划就功亏一篑了呀！奇怪，对方的黑客团队竟然在短时间内就找到了攻破我超级芯片的方法，他们好像对我的芯片十分了解。这不可能，超级芯片可是机密项目，米国人怎么可能有超级芯片的资料？我们确实有这枚超级芯片的资料，至于怎么获得的，那就要感谢我的大夏朋友了。刘磊，我早就该想到是你。没错，就是我。当初你让我下跪道歉，颜面尽失，所以在宴会结束之后，我就动用我的关系，窃取了你的光刻机，还有超级芯片的全部资料，并把这些资料都交给了威廉姆斯先生。刘磊，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这是叛国！叛国又怎样？叛国又怎样？我刘磊，米国海归硕士，你们这群人啊，不重用我，去重用一个只有专科学历的废物，我早就应该帮助米国人了！你个畜生东西！你就是我们大夏的败类！我马上动用我在科技界的全部力量，封杀你们江城刘家！你随便封杀！威廉姆斯先生早就承诺我了，只要我帮助他摧毁了大夏的电力和网络系统，那我刘家就全部移民米国，从此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警告！警告！防火墙修复即将失败！防火墙修复即将失败！防火墙的修复要失败了，这可怎么办呀？这下我大夏未来50年的科技发展要毁于一旦了呀！刘雷，你个卖国贼！我们大夏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渣？陆先生，你考虑好了吗？只要你同意跟我回米国，我就下令黑客团队停止攻击，否则你们大夏的网络和电力系统真的要彻底报废了。你笑什么？我笑的是你们的愚蠢，以为找到了一些资料就能把我的超级芯片研究透。我实话告诉你，我的超级芯片现在所发挥的性能，仅仅是它全部性能的1%。一鸣，你说的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太好了，如果这枚芯片的性能能提升100倍，那么肯定能挡住米国黑客团队的进攻。100倍性能，陆一鸣，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陆一鸣，如果你想用这种拙劣的谎言来吓住我的话，那你真的要失望了。我有没有说谎，很快就会知道。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蠢货还能嘴硬多久。好，我就算你的超级芯片还有100倍性能，那怎么刚才修复防火墙没有成功啊？因为想要发挥出这枚芯片的最佳性能，需要庞大的电力支持。你在痴人说梦！一块小小的芯片能需要多大的电呢？一台发电机都用不上。陆一鸣，你就承认自己的失败，不要再找理由了。给我闭嘴！一鸣，你说需要多少电能？我立刻把全江城的发电机给你调过来。千院长，恐怕全江城的发电机都不够。什么？因为我需要的电能是100亿千瓦。陆一鸣，我没有听错吧？你知道100亿千瓦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你，整个江城用1个月的电量也才50亿千瓦。陆一鸣，我看你是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已经精神失常了吧？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芯片能够承受100亿千瓦的电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们2个井底之蛙，没有见识过我超级芯片的厉害，自然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好，我就当你说的都是真的。你的芯片呢，真的可以承受得住100亿千瓦的电能，但在这小小的江城，你去哪儿找那么庞大的电源呢？是啊，一鸣，别说是停电时期，就是在正常时期，我也给你调集不来这么庞大的电能。陈院长，不用担心，电源的问题我自己能解决。陆一鸣，你简直是疯了！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他要自己去搞到这么庞大的电源，这真是我今天听到最好听的笑话了。陆一鸣，你不要再做梦了。就算你集合大夏所有的发电厂一起发电，短时间之内也凑不齐100亿千瓦电。利用传统的发电方式确实不可能，但是如果我说用核动力发电呢？核动力发电，就算是用核动力发电，也获得不了这么大的电能。等一下，难道说是可控核聚变？没错，就是可控核聚变。只要掌握了可控核聚变，电源只不过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字罢了。核聚变我倒是听过，这个可控核聚变是什么东西啊？常规的核能发电是不可控的聚变，只是用了核能的一小部分能量，大部分能量都被挥发浪费掉了。而可控核聚变就是对核能的利用率达到了100%，理论上讲可以达到无限的能量。无限能量？真的假的？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我也不相信陆一鸣能研究出来可控核聚变，但到这个时候了，是弄死马当活马医了。陆一鸣，可控核聚变，你以为你就弄出来一个小小的芯片就是天才了？全球这么多人研究了100多年，这个可控核聚变技术都没有一丝进展，就凭你能研究得出来？陆一鸣，我承认你很有科研天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大夏的网络系统和电力设备危在旦夕，你要在短时间之内研究出可控核聚变。我没有想在短时间内研究出可控核聚变，而是我已经研究出来了。什么？陆一鸣，你说你已经研究出可控核聚变了？没错。陆一鸣，
现在可是大夏危机存亡的时候，可不敢在这个时候开玩笑。秦院长，我没有开玩笑，我陆一鸣用我的生命担保，我真的研究出了可控核聚变。好，我相信你，大夏的未来就交给你了。秦院长，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们大夏的利益。你们演的可太精彩了。不过你们还要陪他演到什么时候啊？还是说你们真的相信他已经研究出了可控核聚变？刘雷，你给我闭嘴！陆一鸣不管他这个核聚变电池到底成功与否，他都已经为大夏竭尽全力，不是你这个卖国求荣的牧羊犬可以比得了的。光靠吹牛能救得了大夏吗？啊，好，你不是说他研究出了可控核聚变吗？你让他拿出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啊！好，既然你想看，那我就满足你。本来想再改进一下，达到完美，现在看来怕是来不及了，只能提前让你在这个世界上问世了。这就是我研究出可控核聚变的证明。你是不是疯了啊？随随便便拿块破电池，这跟可控核聚变有什么关系啊？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电池，这是一块核动力电池。这里边的能量，就算用上100年、1000年，也不会衰减。核动力电池？你是说你把可控核聚变技术全部浓缩在这一块小小的电池里了？没错，就凭这一块核动力电池，就能提供上百亿千瓦的能量，为我的超级芯片供电。你糊弄鬼呢？拿块破电池，我们能信吗？没错，按照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把可控核聚变技术浓缩到一块小小的电池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笑话。我不相信。我不需要让你们这些目光短浅的米国人相信，很快，事实就会证明一切。既然你说你这块破电池这么厉害，那你就向我们证明一下，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嘴硬多久。既然你这么想看的话，那就如你所愿。秦院长，麻烦你把这块电池跟酒店的电路连接在一起。好。整个酒店的电路跟整个江城的电路是相连的，一旦我的核动力电池启动成功，整个江城的电力就会瞬间恢复。哦，你是说你这块小小的电池可以把整个江城的电力都恢复？哎呀，陆一鸣，你还真是蠢得可爱啊！用一小块电池给整个城市供电，按照人类目前发展的科学水平来说，完全不可能。陆一鸣，我看你是彻底疯了。到底是谁愚蠢至极？很快就能知道了。怎么回事？这才刚换上电池，酒店灯光怎么都变暗了？当然是因为你们蠢啊！相信他的鬼话，把这个所谓的核聚变电池放在了酒店的电源上。你们真是一群愚蠢的大夏人啊！你的核动力电池连小小的酒店的电都供应不上，何谈给整个江城供电？完了，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一看这个陆一鸣就知道是个不靠谱的，怎么会有人把可控核聚变那么复杂的技术塞到一块小小的电池里？别这么说，尽管结果不尽人意，但陆一鸣为了拯救大夏，至少努力过了。一鸣，这是怎么回事？快给大家解释一下呀！大家不要慌，核动力电池启动是需要时间的，再过一会儿，整个江城的电力系统就会恢复正常。陆一鸣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嘴硬呢？你们这群蠢货，都好好想想，市面上有哪款电池的启动时间要这么长？核动力电池发电是需要核聚变一系列复杂操作的，自然要比市面上那些普通电池有所区别。行，那你到底要告诉我，你这个电池它启动时间有多久？我也看看你能在这装多久。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着。接下来你将看到的是工业历史上的奇迹，整个江城都会因为核动力电池而变得闪耀。5、4、3、2、1。亮了，真的亮了！成功了，真的成功了！没想到，陆一鸣的核动力电池真的成功了！太好了，这下我们大夏有救了！好，报告秦院长，整个江城的电力系统已经彻底恢复了。果然呐，陆一鸣没有骗我们，他的这个核动力电池
果然可以给整个江城供电。太好了，一鸣，我代表全大夏人民由衷的感谢你。秦院长，您言重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可控核聚变技术是困扰世界科学家100年的难题，怎么会被你一个大夏人给解决？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威廉姆斯，你不要再用你那老旧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夏了。从今天起，我们大夏的科技就要开始崛起了。不可能！就算你造出了核动力电池，又能如何？我不相信你的芯片能发挥出100倍性能，我更不相信你一颗小小的芯片能抵挡整个米国黑客的进攻。好，那我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各位，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夏绝地反击的时刻。核动力电源已连接，芯片性能释放已达到100%。涨了！咱们的修复进度重新上涨了30%、50%、80%。果不其然，超级芯片真的能够发挥100倍的力量。各位，我宣布，我们大夏的防火墙已经修复完成，我们成功防御了米国黑客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功臣陆一鸣。太好了，一鸣，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到的。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一直在我背后的默默支持我。不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偷取了你的光刻机，还有超级芯片的全部资料，你怎么可能？你偷走的只是草图，这个超级芯片的真正核心都在我的脑子里，你怎么偷？什么？好了，来人，把他们2个给我压下去！不是。你不能抓我呀！我是米国的海归硕士，你不能这样的。有理，威廉姆斯，你们因涉及出卖国家高级机密，对大夏网络发动恶意攻击，现将你们正式收押，等待你们的会是法律的审判。什么？你们这些愚蠢的大夏人，竟然敢审判我！你们不怕我背后的国家报复吗？不怕，因为我们大夏不再是你们这个米国人能随意欺压的大夏。从今天起，我们大夏将不再惧怕任何一个国家。带走！好好说说吧。还好，没有错过良辰吉日。我们大家一起把婚礼完成吧。李梦瑶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陆一鸣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永远支持他，不离不弃吗？我愿意。陆一鸣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李梦瑶女士为妻，永远珍惜她，爱她？我愿意。恭喜2位喜结良缘，正式成为夫妻。